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野蛮发展预告片中被归类为发腮的赵丽颖到底有多可爱？我不知道为什么与男明星相比，网友们一直对女明星更加残酷。假设你太精致，你会被指责为不兴奋；假设你太胖，你会被审查为没有自制力。再说了，男明星到了特定的年龄就开始放飞自我，不注重高管的身材，也顾不得他们了。这种差别待遇的后果是，男明星在颜值和能力上没有足够的数量，而女明星对自己的职业问题更加谨慎。这样一来，网友们就看到被呈现出来普遍不喜欢自己道德品质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明星。在你考虑他的时候，这是可以预料的。近日，赵丽颖、欧豪主演的电视剧《野蛮发展》发布了预告片。片中的赵丽颖更有经验，也更犀利，却被网友吐槽毛脸蛋。从孩子肥到现在脊梁骨，赵丽颖已经失去了她独特的异想天开的感觉，她的性情也变好了。这种变化在相关性方面显然更具吸引力，但对于某些观看节目的人群来说，并不是非常可口。在媒体中，完全可以期待看到有脸颊的明星。几位男明星长了脸颊后，外貌大变，在影视节目中的表现同样会让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在野蛮人的发展预告片中，赵丽颖的表现却是引人注目。赵丽颖本来就是一张圆脸，怀孕后，她全身的胶原蛋白减少了，看起来更成熟了。目前她在新作品中加了一些分量，给大家带来了更多不同的感悟。如果你只是刷脸来评价一个人，而不看实力和演技，那么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公平和不受欢迎的。85朵小花之前已经迈向40岁，不再那么年轻，而这些更多的名人也走上了各种改良的道路。杨幂和刘诗诗还在合奏和符号剧中转，而赵丽颖则在尝试不同的工作。与其他女明星完全不同，赵丽颖是真正跑了很久才出名的。可能是因为她出名晚了，才比较看重她的价值，所以赵丽颖更加专注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怨气。尽管她绝对不是专家，但在介绍她的作品时，她并不比其他艺人更令人遗憾。显然，赵丽颖的地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有绯传出后，赵丽颖的地位同样备受质疑，众多网友仍未察觉她的团结。同样的，赵丽颖的举止也格外的正直，时不时的在演戏的过程中，以她的性格引起大众的议论。更何况，她的风格和穿搭也同样被人诟病腐蚀。尽管如此，经过无数次漫长的提升，赵丽颖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不管女明星们有没有一点点细微的变化，都可以不断被吸睛的网友看到。野蛮发展中的赵丽颖肯定是胖了，不过从预告来看，她和欧豪的演技和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整部剧还是值得期待的。这部电视剧与其他情感剧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部勇敢的女性大秀。如果内容足够，则传输后的对话将上升。赵丽颖并不是没有烂作品，但如果她在一个很好的剧本中表现出她的能量，那么她的出现就成了锦上添花。想必网友们现在已经不会太在意有毛脸颊或者没有脸颊了。32岁的程毅出局出演选择，让不少年轻演员脸红。靳东和程毅在重罪剧《底线》中与一群演员联手，凭借其强大的伪造和认证情节，他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他在发布后的4天内就占据了最近上市的主要位置，这表明展示非同寻常。底线从现实生活实例出发，将工作骚扰和意外死亡地点等实例放在桌面上进行宣传，以引起目标市场的共鸣。这是显示器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关键因素。当然，演员的整体表现也不错。男主以靳东的方式为首，修改了目标市场的某张刻板照片的信息，
创作了一张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男女照片。当然，底线剧中的代入感现在已经不是最好的来自剧情和演员的能量，而是因为后面的抓拍太真实。为了目标市场，现在将不再单纯的看戏。32岁的程毅出局出演选择，让不少年轻演员脸红。重磅出击塑造仙侠剧，程毅因拍出乳白色情趣照片一举成名。说起程毅，目标市场现在已经不再陌生了。多年来，他在仙侠剧圈内结交了不少恋人。从琉璃到沉香如碎屑，他对乳白色感兴趣区域的照片已经深深烙印在目标市场的脑海中。当然，陈年30多年的程毅似乎还不够成熟。那是因为在镜像历史服饰童话的不朽环境的路上，为了让照片看起来更梦幻，他经常提供一些重量级的东西。美颜滤镜营造出那种遥不可及的偶像感觉。在仙侠剧的清场下，程毅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也可以说是零毛孔。但是作品是这样的，仙侠剧本身也是这样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程毅的方式，在仙侠剧里面认识一些重度滤镜的软件。32年的陈奕迅被淘汰出局，完选择有一种真实感。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和人气的提升，程毅显然在尝试独特的角色类型，出演影视剧中的独特问题。他因蝴蝶的照片而一举成名，而在底线这幅作品中，人类也注意到了最大的真实自我。作为一部完全基于理性问题的作品，底线中的主角现在不想过分强调主角的光环，团队更注重表达角色的真实感，因此演员基本上不在一个被清除的国家。32岁的易建联也不例外。在底线中，程毅的照片和气质显然已经不再那么独特了，但除了仙侠剧中的厚重感外，他的皮肤和面部功能都是肉眼可见的。一袭高手装束虽然看起来更年轻了，但现在的脸已经不是光滑的了，脸上的毛孔也几乎看不出来。在高清镜头下，程毅的脸颊还是肉肉的，脖子上的遗留痕迹依稀可见，包括嘴角和下巴处的胡茬痕迹，他也能虚拟的看到。不得不承认，出类拔萃的程毅看似高于常人，却有着与常人一样多的境界。没有清场，现在的程毅已经不是那种没有血性、不再吞食烟火的帝王了。他的肤色看起来很正常，而且白皙透亮的肤色也变得正常了。这样的清瘦挺拔的晚辈照片，更符合现实中的晚辈照片。凭借仙侠偶像剧一炮而红。随着戏份的扩大，程毅在没有出局的情况下，发挥了更大的理智作用，让目标市场看起来是独一无二的他。底线上映后，程毅的真实感也得到了提升，目标市场的注意力得到正式认可的。如果一个演员被他的个人清除照片所吸引而无法摆脱，他肯定会毁掉他的演艺生涯。程毅的新鲜感让不少假光滑的演员脸红了。如今还是有很多老演员被他们在天外做的偶像高富帅、小白肉迷住了。显然他已经有了中年人的油腻感，但他却因不得不依靠沉重的过滤器来掩盖岁月增加的压力和故事而感到吃惊。在一些作品中，他穿着大学制服扮演年轻小伙和学生的角色，但到了最后，除了对恋人外，大多数路人都觉得完全不听话。演员要在什么年龄发挥什么作用？滤镜虽然有美颜效果，但也掩盖不了人一步步变老的气息。30出头的年轻演员开始觉醒，为什么40多岁的演员还沉迷于自己的个人世界，不害臊？总而言之，目标市场的眼光分明是锐利的，无论透出的光彩有多么厚重，你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民族是怎样的。与其依靠过滤器来使外观流畅，男性演员还不如在一些适当的角色中恰当地展示他们最真实的国家。也许他们会成为更大的恋人，你不觉得吗？